听一下声音 O 不 OK？ 对，大家好，大家好，午安午安。今天来个厉害的来宾，我是草爸。今天单纯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参与这场直播，就是好玩啦。那今天很难得的机会哈，因为其实说真的，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来宾哈，就是我们那个大家都晓得，就是 Silent Angel 的这个应该讲创办人了啦，对吧？创办人其实也是技术总监。对不对？他常年就是一直飞来飞去，所以很难得回到台湾，我一定要抓这个机会好好问他一下。因为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先说说缘由啦哈，我们怎么认识这牌子哈？其实当初是国外的前辈，在我刚开始玩数位串流的时候，他就介绍我这个牌子，很好玩。然后我那个时候要去买，就发现台湾还没有代理。OK， 那但是我就说奇怪，这个明明是个台湾品牌，那个国外前辈跟我讲说这个是台湾品牌，然后他说，那为什么我在台湾居然看不到 ？OK， 那大概是3年多前，你们那时候还没布局在台湾呐，哈，我记得是这样。然后刚开始好像是给亚印先放个寄卖的样子，我就去亚印拜托他说可不可以让我买，然后我记得是亚印介绍我，当下我们就打个电话给医生。然后聊了一下，然后我可能是，如果你们的朋友圈不算，我可能是消费者第一台买 Z1 的，对不对？对。当下啦，因为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正式在铺销售的一个管道嘛。对。那很好玩，大家认识一下 Course， 很难得。如果那个麦克风如果有收音的问题，你在留言跟我们讲一下。你等一下帮我切静音，然后看一下留言有没有。如果他们有问题，他们就可以留言这样子。那这样看得到吗？好啊，我们这样放着好，这样看有没有留言。对，其实我也是台湾人，但是就是很不常在台湾，非常不常在台湾的台湾人。OK， 好。所以这次来台湾也是觉得回到家的感觉真好。对啊，所以你也是中国，因为你刚从那个波兰回来嘛。我们有稍微聊一下，你是去华沙的那个音响展出你们最新的这个的型号。是。对，反应很不错。从华沙其实因为从香港飞很便宜，所以我其实是从华沙飞回香港，然后香港因为有代理商，然后所以我们在香港那边也做一些测试。也带过去给他们听了一下。也是有试。OK， 然后再回来这边。对，那去华沙之前，其实有去法国，然后荷兰、德国。那你根本就是在住旅馆了吧？你就到处住旅馆，对吧？我以前也干过这种事是哈。我好大概维持了10年的时间，我真的都很少在台湾，就是飞来飞去。对，我现在那个收行李的速度都好快。对，到最后会有一套 SOP， 我懂。对，就直接反射动作，半个小时就可以收完了。好，今天呢进入主题哈，我们最后再来这个聊一下。新机器哈，我们我觉得先来听听我的系统好不好？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其实我跟他们有一个群组啊，包括他们的医生，然后 Cos 有一个群组，就偶尔会聊一下一些我想问的一些数位串流上的一些技术层面上，因为我相信你们也会有你们的思考逻辑。对不对？然后借由他们的经验，也会给我一些想法当然，我也会去问其他厂商啊，不是只有你们。但有些厂商给我的观念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每个人其实做 IT 背景一样，这样出来都很厉害。可是其实，在征服音响这一块的思维，其实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落差。对，这也是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领域。对，譬如说，像我当初8年前弄 Silent Angel 这个品牌，对，那时候其实大家都用电脑在播。那根本就不会有人觉得说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都觉得电脑播一定是 perfect， 对，因为资料都不会错be perfect 一定是直出了，对，所以那个数据的确都是不会错的，但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啊。对，你关掉一个程式，声音就不一样了。对，我当初也是因为说我只改了Foobar的 buffer， 怎么声音就不一样了？对。然后，而且所以你自己也是发烧友，你自己也玩音响。对 ，OK， 就是那时候是自己玩，然后后来觉得自己需要。单纯你就是在做跨国的 IT 产业的这个领域做很久了，对，所以才跳出来自己成立这个品牌做这个事情。对，就觉得说这个领域其实需要我们 IT 人才进来，而且又听得懂音响的这种。
后来已经察觉到数位串流是一个趋势了啦。对，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所以你过往有经历过黑胶、CD 都有。有，就是小时候我爸就是听黑大前辈，大前辈。对，其实我也是都从小都玩，然后又有学什么弹钢琴啊，然后又玩合唱团，所以我的名字就是合唱的意思，就是这么来。就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被抓去合唱团。那你对声音理解度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啊，就至少你是有学过专科这个出身的嘛。对，就是唱歌的部分，就会对乐器的那种真实度。活声感会比较要求一点，对，然后对于唱歌会更敏锐，然后因为我喜欢小提琴嘛，OK，然后小提琴、大提琴这两个也是听的比较多，对，其他的反倒就是大家互相分享说，哎，赶快好听的收藏进来，是赶快去买 CD， 是啦，你学过乐器确实会对这些敏感度，我认识一些前辈真的是自己有在学乐器的，所以他们会对声音的。跟一般人真的会不太不一样。对，像我们学唱歌，我们要唱出那个感觉，你首先要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要先听厉害的人唱。对，所以其实好的音响对于我们去了解张学友是怎么唱歌的也有好处。OK， 就是你的音响越厉害，你会发现，哎，原来以前真的是张学友，不是张学友。对对，所以就是也是我这个历程，因为我以前也是一个小发烧友而已。是，然后后来因为进了这一行，又认识更多。大发烧友，对，然后大家互相交流。我相信你在全世界听很多厉害的系统，应该口味上是不是很不一样？对，其实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就是会有不同的主观的那个喜好。对，就是就连同一个国家也会有不同人。OK， 对，所以就是一个我们3人9这个品牌，其实也是代表是我对这个音乐的诠释的方式。然后我们一直朝着这个来做这样子，一直维持这样子。OK， 对，所以是其实第一个产品是 Z1 是不是？还是从 N8 开始？其实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在研发 Z1 这种东西。对，它以前不是长这样，对，以前是长很丑的一个壳。我认识的时候已经是长这样了，对，所以我才会买，因为蛮帅的。OK， 那时候已经算第6代了。OK， 然后其实第1代、第2代那时候也是先随便做个壳出来，先弄里面的软体，等于摸索了一段，对，然后里面的硬体不短的时间啊，4、5年哦。对，差不多有5年时间，因为我们8年前成立的，到大概3年多前有开始 N8 在弄，然后这个才出来。那我们其实第一个有名的产品就是 N8， N8。对，那时候其实我们寄样品给瑞士，他也付钱买的。对，寄样品给瑞士，他也觉得应该不会差太多。对。他本来用的是一个 Netgear 的一个铁壳的 switch，就是他市面上觉得买起来已经比较好的，就正常 IT 在用的东西。对，然后他一次我们就最多人用也有包括那个什么 Cisco 啊什么这种的。对，应该也蛮国外也蛮流行用的，也蛮流行。他们就是希望说买的比较好的，对，就一试我们的怎么差那么多都。其实因为我觉得不是搞不好那个用料比 N8 好，可是。是思维逻辑设计不一样，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台湾有刚开始 N8 出的时候，我不知道问的会不会太辛辣，有些人就是说啊，你那里面就是一个什么版，然后他妈搞一搞卖1万块，对，就是那个逻辑嘛，哈，对，那所以你可以说凭什么你卖1万块？对，其实我们一开始也不想卖那么贵，也不懂嘛。其实不贵啊，我觉得很便宜。我们做起来，对，我们这也很妙，就是说我们也是依照那时候也是我们的音响系统也没有很好。OK， 我们自己测试的音响系统大概就是10万台币公司的 reference， 对，10万台币等级的，然后我们去测，真的有差别，会比较好。对，然后所以我们自己在刚开始推这个产品的时候也是很害怕。对。就包括定价上的策略啦，哈，对，就是其实就在思维市场的接受度啦，没错。但是我知道 N8 刚出的时候，其实锁定的对手并不多啊。对，没错。那个时候是最早抢到先机嘛，送出来，然后那个金银坊代理那个什么 New Print， 是不是跟你长得很像那个盒子那个？大概整个市场应该没有5个对手啦。对，其实最早那个时候 SOTM 嘛，那时候有 SOTM。对。然后 Melco 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了，对，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很贵，对，你讲这些我都买过了，没错，对，我全部都玩过，什么街时钟的我都玩过 ，OK， 对，所以就是其实因为它也是一个很新的领域，所以有知道要去做的，或者是觉得要去做的，对，也不多。那我们一开始其实有点就自己弄个东西出来，也其实
也不知道好不好嘛。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是跟医生飞了一趟日本。对，因为他日本有一个熟的经销商，他也是 IT 产业的，但是他有在卖音响的升级套件。是。所以我们拿去一试，我们自己也吓一跳。因为他那边的设备其实比我们更好。哦，在那边听得出更大的差别。对，就更大的差别，我们自己也吓一跳。OK。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他用的是 MyTech 的，对，那个 DAC。OK。我们一换成 MyTech DAC， 就怎么会完全不同一张专辑的感觉？我们那时候是听那个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知道。对，发烧必备片啊。啊，对，就自己也吓一跳。detail 听到更多。对，然后就是它前面的那个前奏根本就是整个画面感满出来。对，我自己也没听过这个声音。有，我绝对相信，就是其实说串流很讨厌的是它并不会输黑胶，就每一个环节都会带来莫大的影响啦。这个我在我讲座有讲过，虽然我们是一个很不专业的去讲这个事情，但是我认为就我玩的一些过程。当然，所有的终观的一切，从我们没办法改变的中华电信光纤这一件事情进来，那个盒子我们肯定换不了嘛，哈。对。改变它的电源啊，然后到了 router， 然后到 switch， 然后到 streamer， 啊，到最后 DAC 转出来的时候，那每一个环节其实都会有一个蛮大的不一样。对，其实老实讲，你讲到中华电信，我以前第一份工作在 Zyxel 在和勤 ，OK， 中华电信有几批是我们做的，就是我那个 team， 他一直在改版啊。对，因为他就是一直招标嘛。那个私下讲，那个应该一台不到几百块吧？他们就是为了要价格标嘛，所以大家都是想办法压低成本。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在跟竞争对手在拼，真的是能够拿掉的零件都拿掉。对，但是我们自己就只要能正常运作，然后能扛得住长时间运作，这样就好。对，而且它的要够稳定，所以它其实中华电信有个测试，就是你在那个就是烤箱里面，它是高温跟低温都会去测的，烤箱里面跑3天3夜。一本是一个很密不通风的空间。它是一个仪器，它会去控制你的温度跟湿度。是，然后它会有一个温度曲线跟湿度曲线去测。你全部都打满那个频宽，对，一个都不能掉，一个 data 都不能错，真的。所以其实数位的真的是它可以做到一个零误差，零误差全都不能错的。所以像我们那时候在和勤工厂生产，对。每一台都是要打了以后都不能掉任何一个风暴的，所以其实数据是真的都不会错，这个就做得到。对，因为我们对于这数位讯号对，它对于 noise 的容忍度是很高的。对，所以其实真的资料都不会错。所以我当初在玩这个也是觉得，那为什么？对，那就是影响你的疑问，为什么资料明明就不会掉，可是我改了什么声音就不一样？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探寻的。even 你看我中华电信给他换个 LPS， 我靠，那个整个声音就大大改变。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其实发现一个很合理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它的数位的资料都不会错嘛，对，所以它其实可以容忍很高的杂讯在上面。这时候其实他们就随便做啊，它那个杂讯很高都可以传得过去，都没关系。这时候它的那些讯号其实里面很多杂讯。所以那个就是我们讲的 jitter。不只是 jitter， 还有 latency 只是一种，对 jitter latency 跟上面有很多 noise， 很多高频杂讯，所以你们的机器里面会设计那个吸波材，都是在设计那个东西。对，这是其中一个做法。然后第二个是说你喂给它这个线路的电源越稳定，它输出这个讯号因为它也是从这个电源去当做来源，对，来当做 source 的去，一般就是放那个就是一个 switch power 在供电嘛，然后但是它就是很廉价的 switch power， 对，或者是可以找稍微好一点的 switch power，然后或者是更好的 switch power 都可以。OK， 这时候你给它的电源越好，它自己输出来的那些讯号，因为也是从这个电来的嘛，对，也会更好。对，所以我换 LPS 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也是来自于电压的稳定度。对，让它杂讯又更少。因为有些杂讯的来源其实是电的来源，所以我们换了那个什么 eHybrid 那个什么电池，那个一换电池供电就很准。对，那电池它有一个特性不能讲缺点。对，电压越来越低，它是内阻很高。OK，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去抽电，对不对？对，比如说你的吃电的那个行为对，
可能是一个高频在吃电的，因为我们要为了输出那个高频的讯号，它会有时候吃电，有时候不吃电，有时候吃电，有时候不吃电。对，这时候这个电池因为它内阻高，它电流的变化一大的话，就会产生电压的变化。对，就 V 等于 IR 嘛。对，所以电流变，然后它内阻又大，那电流所以它的电压就会变，电压一变就是杂讯。哦，对，所以就是在做电池系统要注意，就是要处理这个内阻的问题。就 BMS 的管理啦。对，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另外一个技术。对，所以做电这是池特斯拉厉害的地方。对，也是不容易的。特斯拉就是在卖 BMS 的。啊，对，可以这么说。OK。所以其实这各行各业有各种不同 approach 的方法，他们都需要各种不同的技术把它做得好，做得好就会好，做得不好就真的听得出来有差别。对。所以其实讲起来，到生产等于是 N8是你们第一台的 Switch 的尝试的开始啦。对，那只是用最精简、最少的成本方式去做一个改变，然后到了 N8 Pro 出来的时候，你等于下一代就是 N8 Pro 嘛，对不对？N8 Pro 的中间这个过程有个 prototype 叫 N16，是我唯一台湾只有我有买那个嘛。对，那个算是怎么样的改变？就是聊一下这个到你的 N8 到 N8 Pro 中间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对 ，N16 其实也是算我们的一个尝试，对，是为了 feedback 给市场，因为市场上我们是从欧洲的客户那边知道说他们有些串2台发现比较好听，其实不是，还是他想要放在机架上面。他们就只是为了想放在机架上面，然后问我们说有没有。那是美国人吧？美国人喜欢搞那种对那种机架式的。所以他们就是有些欧洲的豪宅，他们就喜欢把线整得很干净嘛。然后他就说，能不能做一台有机架的？那为什么你要？那你为什么要设计成8 Pro？对，就觉得太空了，那我们就放2台。然后刚好那时候在搞那个2台 N8配一台。对。结果我们就想要改。那事实上，你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发现2台 N8互串，确实对生意有帮助。对，这个其实是香港经销商发现的。然后他发现这件事，就跟我们讲说，他们想不通为什么。其实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事啊。对，有一个过程是大家都认同这件事情的，全欧洲啦，包括我们台湾那个 PPA 什么都是这样。你看我那个串4台，等于是一台 PPA 串4台 Switch， 那个有点夸张。但是 anyway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到现在知道为什么吗？我很好奇。其实我现在归纳出来，其实我的想法是有2个原因。是第一个原因是说，我们这样串的方法我们都是尽量让第2台只有2个 port 接着，这时候它第2台其实是它的电源的这种 loading 就是负载是很轻的，那这样子的会让它讯号是最好，因为电源的负载越大，对电源来讲也会不稳，也会稍微有点变化，会变得比较差，所以我们在这种2台的接法，我们都会建议说最后面那一台一定是只接一个东西，所以它为了往前串有接原来的，然后再有一条是接到最敏感的那台设备，比如说是 player 或 DAC，OK， 就可以让最后一台是。但这个逻辑我就要想一下那我现在这样逻辑不对如果照你这样讲，我有串3台 Switch 嘛？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这样子，但第2个是，就是你讲的串3台的。对。为什么会变得更好？对。就是其实你的来源是有杂讯的，然后这个来源的杂讯会进到第一台，因为它还有做一些处理。对。它会。我的3台之前是光电隔离。对，就是你讲光电隔离，只是说你把讯号面光变成光嘛。对。但是它有电源。对，它电源里面的杂讯也会带到它的出来的 output。对。OK。所以就变成你串3台，也有个我刚刚讲第2个理由，就是第2个原理我猜的。对。第2个原理就是说，它从源头过来的杂讯，你经过这样层的被放大，就会层的把它过滤掉。过滤掉。对，因为你东西是用好的东西嘛。有点像你今天在用一个滤水器好了。对。滤水器你原来的水好脏，对，你先滤一次，对，这样出来，稍微好一点，再滤一次，又再更好一点，再滤一次，又更好。对。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可是我串到第4台真的没有感觉，甚至是劣化。对，那我有点不好意思。欧洲人有人跟我说他串到第4台还会变好，对，就是因为什么呢？有点可能，我也不是讲一定是这样子。对。有点可能就是跟系统的特性有关系。OK。对，或者是说你的
第3台、第4台，哪个环节是对，或者是怎么样，都会有机会。但是一般的系统，对，就是至少2台一定会有差异，对，到第3台就已经听不出差别了，对，或是非常微小，所以你第3台其实第3排是要加可加可不加，差一点点。我自己的心得是这样，就不管我怎么搭，我拿了3个牌子、2个牌子，然后混搭什么，或者是同一个牌子去架桥过，我都试过。那其实基本上第3台真的是就是好那几趴而已啦。然后也有个可能是 N8 不够好。就是你 N8 它本身它是干净到一个程度嘛，但是它不是完全理想的东西。对，就是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理想、完全 ideal 的东西。是，对，所以我们才在想说，我们要不要做更好的？对，所以做完 N16，我们就在想这件事，所以我们才出了一个叫 N8 Pro， 就是把里面的东西。所以 N16的时候，你还是用原来 N8 的东西，那个板子还是人家勒好的板子，你去改的吗？还是我们其实后来有做在 N16 上面 N8 的板子是买来改的嘛，对不对？那 N16已经是自己勒了。N16 的话，我们有做一块做一块更大片的时钟板。对，那片时钟板其实就把 N8 的时钟的电源再做强化。哦，对，所以原来 N8 它用的时钟。它的电是从它那块板子上来的，然后所以那个还是有点没那么好，没那么理想。对，所以我们在 N16 上面就也有做这样子的改变，就是让 N16 里面这两片这个交换器的板子哈，它的时钟的那块板子，我们另外再弄个很大的空间，然后让它电源就是又做个更好。独立出来布它。对，独立出来。那个东西的做法是2块板，那个 lens switch 的板是吃同一个时钟的讯号，不同，我们也是独立开，就是连从电源跟时钟通通独立开，通通都独立开。对，所以它其实理论上，你甚至里面也有 LPS 嘛？我记得里面有线性电源了嘛？对，里面有线性电源，但是线性电源出来，我们就给时钟的电源跟给板子的电源是分开了。对，整个。那到 N8 是怎么样的跳跃？所以到 N8 Pro 的话呢，我们就不只是把时钟把它做得更好，我们就把时钟再做得更好之外，我们就把电源也再重新重做，然后包含说 N8 Pro 我们的那个 Switch 的板子就自己做了。就从头到尾自己勒了。对，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对，所以它算是一步一步的去尝试。N16 我们等于是去尝试之后，把时钟的电源弄得更好。对，然后在 N8 Pro 呢，就是把全面都做一次改。所有人都在聊时钟，所以其实时钟这件事是真的很重要的啊！我讲错应该没讲错。对，我们的测试结果是这样，然后理论上也是这样，因为其实这个时钟讯号进到 chip 里面，它 chip 会拿来使用，为了产生出那些网络讯号。对，所以它其实是所有讯号的一个来源。那我好奇问一点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走数位讯号这件事情，不管是网路线 AES 还是同轴 USB， 他们有分为同步跟不同步嘛？那以网路线来讲，其实是后听前，不是吗？它是非同步的吧？它是。那我可以讲一下网路是怎么连起来的。对，就是你今天你拿一个网路线插到那个网路口，对，你会发现它大概过1秒左右会亮灯，对不对？对。它在这1秒其实做了好多事情。对，第一个是说它每1秒它会发10个 link pulse。它会有一个这个图波，对，去侦测说你对面有没有另外一台机器跟它用网路线接起来，对，所以一旦你这个网路线一插上去，它的接收端就说我收到另外一端来的一个 link pulse，对不对？他就知道有人接上来了，这时候还没连起来对，这时候他们会开始做什么呢？做 auto negotiation， 对，就根据这个他们讲好的，就是讲好 auto negotiation 需要传的讯号的格式，对。来开始讲说，我这个可以，giga 或者100 mega 或者10 mega，然后可以付我这些事先沟通起来。沟通完以后，他们就我们讲好了，我们就用什么来连，当就连，就开始传那个讯号。你就是已经一个 input output 的灯号就在闪了，然后就会开始亮灯了，因为它就是我们讲好要怎么连的，就同时讲我们就开始传这样的讯号来互连，对，这时候灯会亮起来。对，那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件事呢？就是因为 Gigabit Ethernet 那时候在我刚毕业的时候进到核心科技的时候，对，那时候 Gigabit Ethernet 刚好Standard 才刚
release，就是 IEEE 的。那个时候才开始有 Giga， 然后开始有 Giga， 那时候只有一家做得出来，而且还做得很辛苦。对，叫做 Intel。OK。所以我们那时候是跟 Intel 有个 project，所以我就是要跟 Intel 的工程师 co-work 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这个 Zyxel 的产品，让它符合 IEEE 的规范。对。然后这时候 Intel 的工程师就会问我们很多事情嘛，说你这个板子有没有勒得好？他会有个 document 教我们怎么去设计这个板子嘛，对。然后我们都有照他做，然后他就问说你们的实验室有没有日光灯？我就觉得奇怪，就讲这个干嘛？啊，高频会影响。他就说日光灯，请你实验室只能用钨丝灯泡，他还讲钨丝灯泡就是爱迪生的灯泡，因为那个日光灯都会有高频杂讯通过空中过来。真的，所以我们一弄，因为它刚好本来就差 standard 一点点嘛 ，OK， 都会有时候有一根凸起，这样顶到那个。所以当时是在隔离还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情况之下，有这个影响。对，那时候其实 Gigabit Ethernet 做一个 port 需要3颗 chip。Oh my god！ 然后我们现在 N8是一个 port 有8个。一个 chip 有8个 port。OK， 所以经过这几年，其实变化还是很大啦，一直不断的在克服。对，这个 chip vendor 会想办法把东西整进去，但是他们一开始因为做不大出来，他们先分3个 chip， 对，然后把它确定能够做好，知道怎么做以后，再开始 merge 这样子。所以我当初在中华电信的那个标案啊，我们做的是 VDSL。对。VDSL 是透过那个双绞线电话线嘛，它只有一个 twist pair。然后就可以传到100 mega 的下载跟50 mega 的上传。然后我们其实在做中华电信之前是做 NEC， 就是日本的我知道 NTT 的电通的。对，所以 NTT 那时候东日本西日本都是我们提供给 NEC 用 NEC 的品牌布线到说 NTT 的那个 VDSL 网路。那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对，那个真的是很难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技术啊，在当时如果不用是做不出产品的，因为我们甚至测试过就连你电信局，它为了能够让一台可以接很多个客户嘛，对，所以它其实是把一捆线里面有50个电话线绕在一起，对，所以甚至你的讯号是把第一个 port 打开，对面接我们这捆线的第2个 port， 对，连得起来的，因为它透过 crosstalk couple 过去都还连得起来。哇，那怎么搞啊？对啊，所以这个就我们连在这个 cable 里面有50对线嘛。对，每对线它你讲这是几年前啊？大概是我想一下，20几年前，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刚开始的过程啊。对，刚开始其实网络技术大家想说都很简单嘛。对，因为这个东西都已经在实验室都测了很多次，对，不会去想那么多了。对啊，其实要做出这个东西是有难度。OK， 所以它甚至是我们会去要求这个 cable 的厂商，这里面有50对线的 cable 厂商去说，你要把它的绕的那个圈数比，对，通通错开，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说有2个 port 它刚好互相之间互相会有 couple 的那个点会尽量减少成双成对的机会，对，让它不要说整路都一直走在一起，对，让它是可以错开，否则你如果没做你就50个 port 一连起来，全部都连线断线，根本就不能用。真的是很有趣的经验分享啦。对，所以我们在那时候设计啊，一台机器它要可以服务360个 port。对。所以它的密度很高，它之间我们板子里面互相的这些干扰也都很强。对。所以如果你没有把这些干扰把它隔开，那通通都做不出来。它的杂讯都很高，包括正常的资料传输都会出问题啊。都会出问题。所以那个时候 latency 都是很乱七八糟的情况。对，所以如果你这些东西都不做，就是这些技术都没有把它套进去，那个东西是做不出来的。哦。所以我们当初其实像我那时候的主管，他是也蛮厉害的，他是那种中科院，然后技术科院，然后海外留学，是那种公费留学的那种。对，那时候在中科院是做那种跟国防相关的高频的东西都做得出来，所以才会把它套用到业界，然后大家才一起进步。对，他那时候合勤做 ADSL、VDSL 其实都是算是比较早的，然后也是因为有这个这么厉害的人，他带了我们这个团队，他就会教我们说怎么去量讯号，然后怎么去测这些 crosstalk，然后你在设计的时候本来要
注意哪些事情，然后你在做电源要怎么把它隔开。OK， 对，所以像一颗 chip， 它本身会有一些不同的电源的讯号要输入，对，这些电源的讯号都有它不同的需求。那有些电源的讯号是为了让你可以输出那个网络讯号的，那个就要特别好，对，那个就要把它处理得特别好。有些是数位的，就把它所以其实你们都知道，只是说要花多少精神把这个事做好。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 concept 以后，就在 N8把它做得更好。因为其实，在我们当初在做通讯，其实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对，有把它做到一个程度，有没有做到非常好，对，就可以过得了嘛。因为也是为了成本考量。对。但是在做 N8的时候，我们就是能上的，就是以这样子能尽量做的就尽量做。那所以最后在 N8 Pro， 我们就是把我们了解的东西全部弄上去。其实我自己听的感觉是 N8 Pro 比2台 N8 还要好对啊，是啊，的确。甚至比2台 N8 加 F1 的效果都还要好。对。对。所以也是因为，但我觉得Silent Angel有一个，就我们讲，我们用发烧友的角度去听的这些，目前现在你知道百花齐放了嘛哈，整个市场已经做 Switch 的人爆炸多了。OK，那现在有一点趋向，就是说这些品牌既有的音响品牌，当然也在出这样的东西，只是说他们会带着他们自己的 tone。OK， 就可能是 material。导致的，我认为啦，可能他们会用一些比较发烧的什么电容啊，什么，这导致一些。但是Silent Angel比较特别，是我为什么比较敢推别人买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全然的，就是改善而不是改变。就是 Silent Angel 它不太带自己的音色变化，只是你们自己有在把持这一关。对，我们有这个理念，就是希望说你可以很清楚知道你的数位变好了，但是你不会因为这样而有了，比如说高音扭曲啦，或者是低频加多啦什么。Silent Angel好像不太玩这一招的哈。你们 even 到了我现在你们最新市场在卖的 N8 Pro， 其实都还是维持这个正轨在走。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听感对不对啦，我自己听的那么多品牌，我认为我听到是这样。对，这是我们的努力的目标。那我们自己，所以你们是故意要这样子的。对，我们是故意要这样子的。你希望把改变权交给音响迷自己去搭配，而不是用这个去调音，是不是？是。我们是希望它就是一个全面的改善。OK， 对，这个是我比较好奇，说你们这是跟人家比较不一样，因为我现在可以很明显听出来，最近才出的一些。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会比较音响性刻意抓的比较强一点的啊，有一些是音色刻意让你比较高级一点的，什么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好像跟你们做这种 IT 背景出来的思维不太一样。对，那其实我在一开始也走了一点歪路，就是像我那时候刚弄这个品牌啊，对，我其实那时候用的是 Hard Bass，OK， 但是 Hard Bass 它其实有一个独特的这种尾韵，就发现我做出来的东西搭配到别人的你的 reference 用 Hard Bass， 对，就会变，因为我有点偏，甚至会觉得说过度美化我这套设备，对，所以后来其实我们现在用的是 JBL 的监听级的喇叭，OK， 然后也都会希望说尽量是保持在中性这样子，就希望说可以百搭啦。那你应该换 ATC 啊？对，就是开玩笑啦，赚的还不够多，就要靠炒霸了。开玩笑啦，没事。ATC 也是很想用，就是 clear 啦，我觉得就是很透明，我觉得可以很快速判断一些东西。这我用 ATC 是因为我爱玩器材。我想要听到器材的 difference， 对。当初其实会用 JBL 也很妙，就是这对 JBL 喇叭呢是我们的 CEO Eric 他的珍藏，所以对，就刚好他就捐出来了。4434啊，42.5，对，所以就是刚好就是年轻。所以我刚刚有听你讲说，你们其实 final 到最后一个关卡在出货前，其实你们还是跟一般音响品牌一样，都会听过再出货，是不是？对，我们有在训练生产线的人员，对，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生产还是在中国啊，对。现在有多少人力在做这个事情？现在其实我们公司大概有40个人左右。哦，已经40个了。对，也是
可是40个要满足，你们现在日本跟荷兰这些销量也是不容易耶。对，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很 hard working 的，然后希望说效率要做得很好。所以我们有导入什么 ERP 系统啊，这个在去年就在导入了。要修嘞。对，就是想说，因为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在中国买一套 ERP 多少钱？我好奇问一下。还蛮贵的。台湾也不便宜啊。对对，所以我们也是因为我们这几个在我们这个 leader 哈，我们都是待过大公司的。对。那希望我们公司是以后会变成大公司，所以我们在 prepare for 我们的未来。想法上要比较超前一点啊。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导 ERP 就是要鼓励我们的员工说啊，这样以后大家就会比较好做事。我懂。不然其实这个文化有点不一样，你知道，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我刚刚有听那个，刚刚有听 Course 有讲，他们其实包括他们的 CEO， 然后他们旗下几个创办一起出来做的这些，其实他们也都是有发烧背景，就是也喜欢玩音响啦，就是有这个念头，然后从 IT 产业跳出来玩，发现这个对，所以初始点是发现，怎么样让数位串流好听这件事情。OK， 但是我讲的每一个环节到最后，其实我认为，当然最重要percentage 比较高的，其实 DAC 还是灵魂啦。就是其实一个音响系统，你要发出声音，所有东西都不能掉，所有东西都不能掉链子，就是对，它就是一个短板效应。对，你的最短板就会影响你系统的整个最后的呈现。所以 DAC 也很重要，喇叭也很重要。对，譬如说你今天把你的 ATC 换成另外一个，就会对。但是 DAC 就是你去在这个市面上去找啊，对，你其实就可以找到，比如说各种有好有坏和各种不同声音的 DAC 嘛。对，这个是非常重要。对，然后对。就我的理解啦，就比如说我们从前端哈，这个 router 啦，然后这个 switch 啦，然后 streamer 到 DAC 到出来，最后给类比这一段，放大这一段，我们不聊哈。就前面这些，我认为 DAC 还是最核心，可以影响整个听感最明显，就是 DAC 一换掉。那个感受是差最多，因为那个是一个诠释的方式。我认为那个部分已经是一个很艺术领域了啦，就是那个东西就代表一个你注定要听到的tone。对，那个是整个数位里面，我认为它是最值得投资最多钱的东西。对，因为那个就像我刚刚给你稍微听了一下，你就会明显发现。怎么会一首歌可以差这么多？对，那当然前面这些我认为都是在所以我自己啦，我自己的理念是，我会把我要染色的部分放在 DAC，然后前面的这些 streamer 啦，或者是 streamer， 你只包括你的 switch， 包括前端 router 的电源供应，我比较不倾向于这些东西有引染。而是你给我全然的改善，就是你把密度给我，你把我该听到的 detail 给我，你把规规矩矩的 data 给我，然后最后在不同步的情况下，我 even 你前面的时钟再准，我现在不晓得前面的时钟跟后面 DAC 的时钟的重要性的假如我说我是走 USB 啦，因为我有跟伊藤聊过，你们还是希望在最完整的频宽下传输是最健康的嘛？对，其实 USB 它的限制是最少的。对，你用那当然现在还有 I2S 啊，但是 I2S 它的限制还是比较多一点，它没办法双向沟通。所以 USB 其实还是最好。对，因为 I2S 只是单向的，那 USB 你甚至可以去问这个 DAC 支援什么。对 ，I2S 不行。对，所以其实 USB 还是一个未来。可是现在的 DAC 的做法有两派，一派是把它做成非同步，就是其实把它断路了，就是它不沟通不供电的部分，它是单纯是不是单向的过来？其实他讲的非同步是这样，就是当初一开始高解析度的音乐出来，对不对？市面上所有的 player 都不能播，这时候他们是在电脑上播。对。然后那时候出了一个叫 USB Audio Class 1， 对，那个当时呢就是也是开发出来以后，就声音很难听嘛。对。然后后来就是有人发展出 USB Class 2，USB Audio Class 2。对。那时候其实是一家欧洲的公司，对，所以他开创了这个非同步的传输模式。对。就是等于是让
DAC 这一块啊，它就不去吃 PC 透过 USB 传过来的 clock， 因为会其实带着 jitter 嘛。对，所以那现在的全世界的 DAC 的走向也是全部都是配同步了，因为就那一次一个发现这个声音是对的，对，大家就开始都往。所以基本上现在的 DAC 你要找到一台是同步也很难的啊，没有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了。对你已经只要它有标示 USB out， 然后是 for audio 的，那基本上一定是很干净的出来。因为其实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大家都发现一定有？那为什么我一样是透过 USB 还是会带着一些？就明明这个时候应该理论上 DAC 的时钟如果做得非常非常好，理论上应该。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哈？就是我当初为什么决定要创立309做了一个测试，是它已经是非同步模式了。对。然后只是一个很便宜的 DAC， 1万块台币左右的 DAC。OK。然后那个喇叭也是我自己组的。对。然后扩大机是Marantz的最便宜那一台。是。我把那个 full bar 的 output buffer， 输出的那个缓冲 buffer， 改变 size， 声音就变了。所以事实证明问题还很多，我知道，就是我只是说，就是我们只是解决了一环。对，你说啊，非同步啊，对，那个一定解决，然后大家也都同意了。然后还有好多。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 VitaOS， 就是改 OS Linux 里面的 kernel， 对，让它变得效能再更好一点，给它更大的 buffer 是不是？不是，不然，因为我们后来发现 buffer 它会造成影响，对不对？那也是因为它会带来不同的稳定度的改变。那理论上不是 buffer 越大越好吗？对啊，就是你了解的理论是这个嘛？对，但是就是一个 buffer 很大的东西，它在我们真的软体在运作的时候，它也会有不同的特性出来。因为软体是 CPU 用一行一行去。它是用东西去扛住这个事情，对，所以导致它的效能也会影响声音。对，所以任何事，这就医生跟我讲的，任何事都有妥协。对，你想的这个是好的方向，结果你导致了另外一个反方向。对 ，OK， 就有点像你今天单纯做一个，不是硬把 buffer 加大就绝对是好，没有这件事啊。对，因为它会带来不同的效应，可能你的电压会更不稳定。这个就有待深究了哈。对，那其实你就会从 buffer 去改变，它就造成声音不一样，就发现靠音响这个东西真的好敏感。你只要一点点东西，它声音就变了。对，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就是把我们的 OS 做成是整个 kernel， 我们自己再做一个 optimization， 而且那个声音就整个就变好很多。对，因为它变得更稳定，然后呢，它在传输的时候又可以更稳定。然后就可以让大家整个系统，它接过去的 DAC 它也跑得更稳定，就发现声音就变好了。所以大家都稳定以后，有可能哈，就 DAC 它本身比较稳定，它接收这个资料比较稳定的时候，它电源也就可以比较稳定的运作，这时候声音就变好了。所以有时候其实是这些设备可能，所以其实你们会选择去开始做一些像可以外接时钟的原因也是这样吗？对，其实我们现在在测试了很多不同的技术，然后去探讨为什么，然后最后把它做成产品。所以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次我们这个新产品，它有个时钟输入，也是因为理论上从 N8 Pro 开始就有了N8 Pro 就有，然后我们在对这个时钟输入在做改善以后，就真的发现。就变得更好，所以这个很讨厌的。其实时钟理论上放在 LAN port 的旁边做最短路径，然后稳定供电，做在同一台机器里面，竟然会输给外接时钟啊！那你可以想一件事情，就是后级扩大机跟前级扩大器，那如果做成一台，跟把它分开，你觉得哪个好？当然是分开啊！对啊，不是一样。所以其实还是要分开的，因为你分开以后，你可以给它的供电独立出来更好啊。对，其实供电永远都是重点。还有一个是说，我们也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同样的板子 PC 板一模一样哦。对，你装在比较大的机壳，声音会变好。只是一个摆法不一样，声音就变好了。是因为这样子哈，就是我举个例子 ，OK，这个里面其实是跟电磁波有关，电跟磁的干扰有关，所以很多人设计什么核中和啊，把它分得很
隔离的很开来。所以举个例子，你也许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你在浴室唱歌，对，你会听到你回声很大，你的声音会被放大，对，有点像这个板子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你四周围包的金属，对，它里面的杂讯会一直被放大，也会干扰别人。对，他就干扰自己了，他自己就会干扰自己。所以其实如果那个空间就是区块1、区块2、区块3、区块4会彼此也会甚至彼此干扰了。对对对，所以有些会做成用一些墙把它挡起来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做法，就是避免互相干扰，但是它还是自己会干扰自己，因为它发射出去的电磁波，对，又被弹回来，然后又被下面又弹回来，所以把盖子拿掉，声音会比较好听，是因为这样。对呀。你完全理解了。然后我们为什么做锡箔材料，就是因为有点像你今天在浴室里面，可是这很两难呢。有时候你一打开这个外界的天线又收进来了啊。对对对，所以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环境是怎样，你就要把日光灯换成那个。我去过一个前辈家就是这样啊，他这个一拿开，哇，好好听哦。结果他隔壁那个天线那个就进来了。对，所以那个 WiFi router 它有那个天线嘛，对，就离越远越好。OK。对，所以一般我们就会。像我在波兰布那个展房，对 ，WiFi router 就是它网路线那么长，就尽量拉到那个越远越好。OK， 因为它的天线就是一个发射源，发射讯号的来源。那我刚刚回头再问一下，我们如果现在 Switch 1、2、3台一起串，我今天是应该把 loading 降低在最后一台，是不是？对，这会有最好的效果。那比如说我中间还需要去，比如说 PS5 啦、Apple TV 啊什么，我放在第2台、第1台最好。对，就看你在不在意它的品质。对。OK， 当然我往后丢品质也会比较好，只是说它 loading 会太重。对，或者是说你就另外独立一台是给 PS5的，如果你希望 PS5 很好。可能丢在第2台。对，你就把第2台再接一个第6台，第6台专门接 PS5，就等于是帮他先做一个。隔开这样。这观念不错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原来这个我来试一下这个。我现在这个最后一台应该 loading 太重了，要接太多 streamer 了，这个肯定压力太大了。那你可以试试看，就是把没用的 streamer 拔掉。OK， 反正不要用就先拉掉了。对，所以是把它关闭掉。所以我们其实也在做一个技术，是做叫做 manage switch。对。这个 manage switch 呢是可以遥控制它哪些 port 关掉，哪些 port 开起来，是为了这些事情。但是因为现在就是会比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现在到底有没有人在线上看？有。我们好像讲得太嗨了，管它。不管了啦，反正听得下去就听了。好，那再来问一个，就是很多现在的厂商是慢慢把 switch 的后面分得越来越分离。对，那也有道理的。有道理，因为它这个空间上电磁波干扰会越小，是空间平方的反比嘛。所以那一点点其实就有差。对，就会差一点。那过往 N8 那是没办法，因为那是买来的 module， 所以我们是固定的。所以 N8 Pro 的时候你们就把它分开来。对，所以这个原因是这样。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看到的趋势也是大家慢慢这样做。那第2个趋势你们没有做的，反而是一个。他们把它分成了 Giga 跟 Mega， 然后希望你音响迷去接 Mega， 对，你觉得这有道理吗？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其实后来也有做测试 ，OK， 就是说我们的 Switch，Giga 跟那个100 Mega 会不会有声音的差别？对，那因为我们后来就发现，我们的 Giga 的声音其实是比100 Mega 再稍微好一点点。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技术嘛，包含说我们有个 EMI 的一个锡箔材，把 Giga 的那些高频的杂讯把它吸收的很多。所以你们的 Giga 不见得一定要降速到 Mega 去迎合声音的改变，而你们还是维持的 Giga。对，会把声音比较好。就是我们 Giga 其实做的比人家的，就是一般的 Giga 好。对，所以就不需要去弄这个东西。不然我们其实也是想说如果需要就有个开关一拨就可以，但是后来发现没这个必要。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你如果在玩 DSD 的话，其实100 Mega 是有点不够。对，我觉得这个牺牲的蛮大的。对，就是说，如果以一般像年纪比较大的发烧友，其实蛮在乎数位档这种东西的。对，尤其在国外，其实国外现在买数位线上软体的人也很多啊。对，所以其实用
我觉得用 Giga 还是比较合理一点。那主要也是我的喜好啦，我自己以前是 IT 背景嘛，我就是喜欢传档案传得快啊。对，我今天要把东西 copy 到一个 server。哦，所以一本到你们最新这一台 NX 也是没有把它分成 Giga 跟 Mega。对，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没这个必要。那就是可能是我们的技术就是跟别家不一样。对，或者是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技术，这也很难讲。对，所以就是，那我觉得这应该把它列为你们宣传重点，为什么不去提啊？你就是要告诉人家说，我不是因为 Mega 声音比较好听，然后我不去做，而是因为我的 Giga 比较好听，对，然后可以让你在维持很好的传输频宽下。展现最好的音色，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带进去。对，就是其实因为这个，在我是旁观者嘛，哈，我会有这个疑问，说啊，你是怎样技术没跟上？人家全世界都在做 Mega 比较好听，你为什么不做？对，就是我觉得你应该反向沟通给消费者说 ，OK， 我们是因为我们有把我们的 Giga 在你正常传输很好的情况下，还是有好声音这样。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只是说我们也是一个很谦虚的态度嘛，我们并没有去测试过所有的。当然，所以我们就很怕说我们这样讲啊，有人就去测，怎么不是这样子？也是的，就会不大好，也是的。但是我们就以理论上，以我们懂的理论上，觉得这样是好的，以后我们再以我们能够掌握得到的设备去测 ，OK，就觉得这个产品是够好的，有道理。然后就让大家也可以。所以你们自己现阶段测，你们也有尝试过把它降成 Mega 去测试，就对哦。等于你们也有发现有这个现象啦，就是有人在讲这些事。对，但是我们就是也是会去吸收别人的一些经验法则、经验嘛，然后去真的测看，因为其实实测才是最后的答案。对，你去想半天。也没有用，当然，对，就是真的去测，真的去听，对，因为最后我们的消费者，就大家用耳朵验收的，对，所以也是这样，我们才坚持我们的生产一定要每一台都用耳朵验收过，当然，对，然后我们的自己在测也都对了。其实我认识了一些不一样的音响品牌商，其实真的他们也都是最后的把关，那个还是很重要，还是要用声音。耳朵去听，其实还是很重要。然后现在甚至以前都是只有我听嘛，那现在因为我也训练了这些人，对，我其实也是会希望说大家都可以。以前你一台一台听啊？对，以前真的一台一台听，就是你一个人啊？对，那个关卡是我在听。太夸张了，你听到疯掉吧？所以这那一段 melody 会不会每天你做梦都在试？其实大魔王就是像我自己大概听了1000多次，但是我们后来生产，因为量整个起来以后，对，就没办法让我来去听，我就开始训练他们做这个事情。哦，对，就开始复制我的能力到他们身上。我懂，那是一个过程啊。对，所以也是，我们就希望说，我们也把这样的东西就教会我们的员工，让我们员工都比我厉害。对了，其实我一般音响发展到已经40几个人，也是哇，代表说明你们其实你们现在主要市场还是最大是卖哪里？日本。今年其实日本算是占比就是比率很高，对。那也是因为欧洲他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嘛，然后他们欧元又贬值，对，所以其实他们也遇到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对，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就我们算是在这个产业的确要赚大钱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对，因为看我那个好像东西这个做很贵，然后其实我们赚的也不够。真的，营运公司这一块了，对啊，真的也是都是就很刚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尽量把我们能够得到的资源把它最大化，对，然后尽量能够做出最好的东西，让大家可以用合理的价格去弄。所以像我们12月会出的 Clock 说荷兰卖得很好啊，对，荷兰其实卖得很好，荷兰跟德国卖得很好，德国也卖得不错。对，德国算是我们之前德国是最大客户，那还有英国也是。OK， 英国有个超棒了，台湾品牌可以走到全世界的。对，我也觉得很不容易，真的。这样思考的点很多啦。对，一个是说真的努力算是必须的，然后一样是要靠机会跟运气。来谈一下，我们今天来谈一下你带来的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听音乐，好不好？好，聊一下那个，我看一下。哦，OK， 好，有人在看啊，至少我们
不是对着空气讲话。其实我们自己聊起来也很开心，开玩笑啊，就当聊天当记录。我们反正这影片我们就丢着，有人想看就看。OK， 对，好了，我们先讲这一台好吧？这一台是重点，我们等一下最后讲。好，先讲这一台。这一台跟我之前买的力万有什么不一样？对，可以看，其实它的整个 dimension 就是尺寸是一模一样的。OK， 对，但是我们做了一些。好像最后完全不一样，在这里，对不对？然后这整个背后都不一样。哎，我们原先是这里有个灯号，有一个按键嘛，对不对？开关。对，没错。然后我们把按键放到后面。OK， 开关放到后面。对，然后前面就换成是那种氛围灯这样子。哦，呼吸灯这样子。算是这种。它会是闪这样子啊？不会，因为闪其实会影响听音乐，所以其实就是一个间接照明。然后是一个很弱的灯。很好，我喜欢这种发烧做法。对，就也会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OK， 然后这个是电源开关，然后我们是有2个 LAN port， 一个是可以接原来网路，另外一个可以接。这是 input。对 input， 然后这是 output。哦。那其实那你为什么不标啊？哦，这个其实我们双向标哈，是因为我们里面以后会再做软体的升级，会有不同的玩法。OK。对，保密一下。我们现在也是都在弄这个。OK。所以它现在第一个版本有一个功能，就是让它可以有进来跟出去，所以让这个 player 的这个网络的讯号哈，可以你这个就直接去这个进来又出去，为什么要它出去？对，因为就是可以 direct stream 是不是？对。对，让它给以前只有一个孔嘛，对不对？对。现在就直接单向你里面是 MAC address， 然后直接去了 streamer 这样子。对，所以就完全这里面跑的 streamer 跟 server 的沟通。这个是跟上潮流了，这个太重要了。对，就是等于是从你家到台北直接开一条高速公路，只有你可以跑。这个是未来的趋势，这个现在高阶的都在做这样。对，所以这个是什么 ？iSquares 啊？这个是工程用的，所以就不用管它。这个你们不用。然后这个是 expansion 的，就扩充容量的。然后这个是 USB audio， 所以我们这次在写 audio 是不是？对，有。对 ，final 版的话会有。会再分得更清楚。对，然后所以这是 prototype。对，这个是 prototype。OK。然后这个其实，在我们内部已经研发到，可能这个算是第3版了，才长这样子。那后面我们 final 版会比这个再更，会又不一样，会再更好。为什么要做一个 Type C 啊？对，然后 Type C 也是为了以后的升级用的，因为现在 Type C 有一些 DAC 是用 Type C 的。像手机用的 DAC 对，所以你们有考量这一块就对了。对，所以这一台是新增的一个 clock 在这边，它可以选用外部25 MHz 的 clock， 或者25是怎么回事？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是怎么会有人用25的？对，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都是10 MHz。对，10 MHz 其实是拿来做 GPS 用的，GPS 的接收器啊，你今天要让你接收更准，就之前音响品牌在卖的大部分都是10 MHz。对，那10 MHz 就是因为它这个产业在以前 GPS clock 已经比较成熟，有些零件都已经很成熟了。对，所以在音响业就这样子继续把它拿来用。但是我们其实后来发现，我们的 chip 啊，里面的 chip 它其实要的是25 MHz。对，我知道内部沟通都是25。对，就是在网络的部分。对。然后网络部分的25 MHz， 如果你用10 MHz 进来，对，它必须要经过一个 synthesizer 转换。那这个转换中间会有 distortion， 会有 phase noise， 又有各种的干扰要进去。所以我们后来就也是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直接用25 MHz 直接进到 chip，OK， 就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个叫做 direct clock， 就让 clock 的频率就是直接 match 进来，对，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哇塞，那真的很发烧哎！是至今好像没有人这样搞的。对，我们算是应该是第一家这样子做的。但是这个就变成客人一定要买你们家时钟。对，所以因为他市面上买不到25 MHz。对，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件事，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得另外做一个时钟。等一下也会介绍到。OK， 所以这个叫做 Z1 Plus。对 ，Z1 Plus。OK。那这个其实它里面的 CPU 也做升级，它目前是 Intel 里面的 Celeron 的最新版，叫做 Elkhart 的这样子的一个 chip， 它比原来 Z1 的 CPU 的速度是2.7倍的速度。所以就是可以让 Run Server 可以再多跑一些不同的转码啊。对，忘了跟大家讲一下，这 Z1 就是在做 Run Server 的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在其实。应该怎么讲呢？就是
真的有在玩润的，其实讲起来还是少数啦。讲起来还是少，我认识的，我去家访那么多，我讲真的，我遇到润的机会真的是不高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接受程度对吧？当然啦，有的话就是你这个直接的对手Nicholas最多嘛，所以其实在全球呢，全球的润你们在看这个的销量是合理的嘛？对，所以我们其实这台其实它不只有 Run Server 的功能，因为我们不想说完全依赖它，也可以当 streamer， 也可以当 streamer，所以我们后来又做了一个套件，可以安装在里面，然后就可以透过我们的 Orbiter 这个 APP 可以控制它播放，Cobus 啊、Tidal 啊，或者是 NAS 的音乐都可以播，或者 Spotify 卡内。等于你们有设计一个 APP， 然后一样可以把 Tidal、Cobus 登录，然后就执行它当 streamer 这样用。对，而且其实后来。就是有些用户发现我们做的比润还要好听一点。没有啦，讲真的，因为其实本来我说实话，就是润本来就没有最好听啊。但是我这样玩只是想要享受润的方便，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我一定要用润，我非用润不可。然后我怎么把声音搞好？我的想法是颠倒过来的。那有一些反而刻意不用，我知道国外有一些刻意不用润，要bypass它的，就是因为他觉得音质还是最重要，所以可能比如说他还在用 Audiovana 这种，就是他坚信这个是 be perfect。你懂我意思？就是他还，但是对我来讲，我没办法啦，我不用润，我已经真的受不了了啦。对，你很依赖它了。我太依赖它，就是那个东西你用过，你绝对是回不去的啦。所以我在乎的是执行的效能。对。一定要我能用润。所以有些品牌，如果它这个 streamer 出来，它不能用润，基本我是不会考虑的啦。对我来讲，对。所以当时我会第一时间接触你们的Z1也是这个原因啊，因为我就想。为什么用笔电就不好听？为什么用 Mac 也不好听？我就觉得不好听，然后那个时候才去买了你们这个。对，那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新改版 Plus 的价位上有在往上拉吗？会比 Z1 再高一点。那 Z1 会同时存在。对，Z1 等于会有2个不同版本。对，就是相差多少？这个我们还没有完全确定，还没定价出来。对，很快就会出来。很期待耶，到时候来测看哦。对，这个 server 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如果现在人家问我数位串流现在要不要花大钱玩真的是像我已经是头洗了，回不去了啦。但是如果现在有很多人是可能接触到我，然后会跟我聊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讲说，真的还是缓一缓。就是如果说你现在预算就在那，你不要硬去买贵的。因为我曾经在一些前辈家里面听过一些很贵的品牌做的 server， 但是它真的不怎么样。你听得懂吗？就是它那个就是挂品牌光环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你用也不好用，跑的速度也很慢，然后执行，然后声音出来也是糟蹋。我觉得那个机器根本就没有那个价值，但是因为数位这个东西，其实你也知道，你们就身在这产业，它进步是这么的快，对，真的太惊人了嘛！你可能今年跟明年思维又不一样了，对，又有更多的新的技术，对，所以这一切都还在跑，所以我真的觉得，就现阶段其实选一个比较价位合理，就是我觉得适当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未来发展空间还有。对，像我再补充说明一下，像这一台，其实 USB Audio 我们又再多了更好的 optimization 的线路，所以它的讯号会比 Z1 再好。然后包含说它这个 CPU 的散热啊，我们Z1的时候讲实在话 ，USB 的 out 我不喜欢。对，它还因为它的空间有限。我们后来这个板子，我们再重新去做设计以后，当时的 Z1 我必须还是要透过外接一台 DDC 去处理啦。对，所以还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就把这 DDC 但是你这一次的那个什么 M1T 就不会啦。M1T 的 USB out 我有点惊讶，就是还不错其实不太需要 DDC 了。对，所以其实我们就你等于把那个东西拿来用在这里了，比 M1T 的再更好。OK， 又有新一代了。对，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
进步嘛。OK， 就像你说的，这个音乐是会一直变化，一直会发生新的事情，很可怕，哪追得完呢？我们这后端末端消费者真的很衰小。算了啦，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看就像 iPhone 一样，就是按1年换1年。我懂。然后像这个 CPU 的散热方式，就是用最比较好的啦，也不是说最新就是石墨烯的方式，就让 CPU 的热可以更快的传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把我们现在，所以你们在研发这东西，我好奇问一下，你们公司的经营的设计这一个 team 你是随时一直在补充更多本来 IT 产业很厉害的人进来讨论这事，还是怎么样？我们就是要一直去测试，譬如说我们去换一个电容或加一个电容，我们就拿去试听室听，对，去听说，这个东西加进去，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个 USB 的这个优化，对，就是一定要这样做，否则你就会找不到方向。就是理论上是推想是这样，但是也要去实验。就像我们在念国小的时候，不是会有实验课吗？对，那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做物理实验。我知道。然后包含这个后来那个 CPU 的散热方案也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老实讲Z1 Plus 的第一台，对，做出来声音比 Z1 还难听。OK， 我知道，就是一个框架思考做出来以后，测试的结果，居然没有比原来的好。这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很多 solution 都还没进去。对，这时候就要一直听，听到比 Z1 好听很多这样。这个过程你们应该也是开不完的会没有测不完的事。对啊，测试没有，这是事实，就是会这样，就要一直测。对，有时候开会没有用。所以有一个实验室，就是专门你们自己的实验室，就专门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对，就是我们包含硬体研发跟软体研发。研发这跟测试这样子有几个人力啊？我们目前大概有10几个。10几个，对，这个也是很忙啊，而且要一天到晚一直开会，对不对？其实开会是很浪费时间，但是我们是大家互相沟通就很快，因为我们的组织是比较平坦化的。OK， 对，你今天这个工程师发现一件事，赶快跟大家讲。那大家我有个想法，可能是怎么样 ？OK， 对，就是不是还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啦。我知道公司还没有大到一个需要一个螺丝都要开会那种。我懂，我知道。但是有一些重大的东西，就大家一起来听，看那个声音有没有变好。对，就会更能够确认这件事情。我确认你们应该要换一对 ATC， 开玩笑啦，主动啊，你就买个主动，你就没有所谓的音染啦。对，你懂我意思？而且又有你不会有扩大机的干扰嘛？这个就是标准，录音室用什么就用什么。我其实蛮想用电子分音的，就是被动式喇叭再加电子分音。就是也 OK， 但其实这道理是一样的。它是先分音再扩大了，这已经是 OK 了。对，它其实这种主动式喇叭，我喜欢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就电子分音了。对啊，就没有那个。你就买一对50或者20也可以啊。我觉得没有，我一直在洗你买 ATC。你等一下听，看你喜不喜欢。我其实听过被动式的 ATC 版，所以我完全知道你在讲什么。OK。对，我在台湾有个朋友，他就玩 ATC 的，他后来。我会跟他认识，是因为我跟他买了哈贝斯，他把哈贝斯卖掉是为了迎接他的 ATC 版，所以也是很有趣。有了，还有人听，来，我们来开箱一下这一台。OK， 等一下再讲失踪。好，这个必须要开箱一下。对，这个因为经过了我的长途跋涉，所以它的箱子有点受损。好。哇，这个。终于医生把我的话听进去了，做出一台很帅的机器了。对，其实这个外观在2年前就画出来了。当时就定案了，对不对？还没定案，那时候画出来的跟现在的样子又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做出东西以后，会再把它一直 fine tune， 所以它跟当初设计的也不一样，但是理念上是一样。就它其实是一个双层的机壳结构，里面是铁。所以你是2层去盖起来啊，下跟上互相盖这样子啊？对，它里面其实是有个内框，完全是6面都是铁，然后外面再弄6面是铝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双层，你可以拿看。所以这里是可以分开的吗？对，它其实是都有缝隙的，都是我们设计出来的缝隙。从这边看它的顶盖。跟它的那个内面那，这都有原因的，是不是？对，其实我们是把它做得像乐器一样，就像像钢琴，它是有个响板嘛，那很多乐器其实就是有这种东西来帮助它的发声，让它的这个声音会更
更好听，更和谐，所以我们其实对会更和谐，对，所以就是为什么这测试的过程告诉你们这样子做？对对对，这其实也是台湾音响界也蛮多人知道的，就是一个就是你的机器啊，如果敲起来好听，你的声波打上去，它发出来很多前辈这样子玩。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进来就在那边敲。啊，对对对，所以我们的 Z1 的前身那时候也是有这个样的过程。那时候的 Z1 是它的背后这一块敲起来不好听。对，所以那时候我拜访了台湾音响的前辈，对，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把它弄好，马上声音就又提升了。”所以我后来一弄好，哇，怎么又变了一台机器 ？OK，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 Z1 都有套用这个东西。所以你说这个是量上下？对，上下跟前后都有做出。那你怎么接在一起的？我实在看不出来。我们其实完全看不出螺丝是怎么回事啊？对，在固定的地方有垫片，所以它这个其实在固定这一面哈，跟固定这一面，它这有一些点固定点。然后这个都有用垫片，应该6、7公斤了哈。对，大概这个量起来是6.5公斤。然后我们的脚也是弄的一个有基本的效果的脚垫，不锈钢的脚垫。好。然后这些螺丝，因为它这台反正到最后音响米都会换掉了。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他们可以有一些很好的升级。你这个保险丝放在这里哦。对，好神奇哦，可以换保险丝。OK。对，因为后面已经满了。OK。是非不得已的，第一条绕进去的就对了。对。好，后面这边全部拿过来讲一下这个部分怎么样？对，所以像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的，已经是分开的了，分开的这个接口了。然后都有镀金，一样。对，都是一样镀金。OK。好，然后这个灯也是可以开跟关哦，一样是像 N8 Pro 的做法。对，就是你今天想要确认一下它的连线状态，就把它打开看，确认完就把它关掉，音质会更好。这个大家也可以玩玩看，你这样一播就可以听得出差别，就可以测试。其他的配置好像跟 N8 Pro 差不多。对，像这个其实外观很像。对。那它 Clock 跟 N8 Pro 不一样，它是用我们刚刚讲的新技术25 MHz 的。OK。那也可以去选里面或外面。对。然后这个 ground 也是，像我们在做这个 ground 也是经过很多的测试，包含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小线路，对，我们就是去挑接地以后对它的提升最好的那个点拿来用，否则我们也摆不下那么多接地的。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也是经过了大概有7个点去测以后，发现说啊这个点是最好，然后这个点其实是 power ground。接过来让它可以接地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找出来的点啦，里面的接线是找出来的点，不要去乱动它。对，然后电源一样也是分2个，对，也是可以升级成 DC12伏，或者是用它内建的这种 LPS。它其实里面用的是 switching power， 但是是一个对于高频的杂讯把它处理得很好的 switching power， 然后它的反应速度也是很快的。用 switching power 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以我们的理念哈，干净。我们其实是希望说 switching power 最终可以超越 linear power， 因为就理论上是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追寻这件事情。那可是 switching power 这个东西哈，不是供应商厉害的就是那几家嘛？对对对。啊，就比如说我的那个 DEF 那个 switching power 就是很贵的。对对，所以我们像我那个 MU1 那个 switching power 就是很贵的啊，没错没错。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在这个 switching power 上面，把 switching power 的做到最好，就买最好的零件。对，买最好的零件然后用最好的线路的设计来弄，包含说里面的 clock 的这个线路用的 power 也是跟别的线路都隔开的。然后我们但是你还是保留给外部进来的原因，就是因为音响迷爱玩嘛，或者是我们相信世界上一定有更好的 power， 当然，就是留一个可玩性啊。对，就是这样也还是可以升级。我有听医生讲说，光这个 Clock 的 module 就很贵了，对不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成本很高，对不对？对，很高，尤其现在又……那你们去定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它是跟10 MHz 是共用的 module 吗？没有，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办？有人真的做这个东西啊？我们就自己做，为了这东西自己做。对对，因为就发现，怎么会好那么多？所以决议就是要做25 MHz。对，然后就理论上也是这样子。它因为
中间少了一个过程啊。对。然后像这个里面的，你所谓的 distortion 是指哪方面的 distortion 啊？我们讲 distortion 就是失真。对，我知道。那我是说，它如果在转换过程出现的 distortion 是会反映在什么上面 ？jitter 变大，或者是它的 noise 变多。OK。或者是它的那些波形就不完美。对。其实所谓的 distortion 讲的就是跟理想的东西有差距，就是它的 distortion。我懂。对。好。然后我们这个里面的 power 也是重新设计，所以跟 N8 里面的内建时钟就已经是那个了。是 OC 那个是 TC 超 TC 超 OK， 你们为什么一直坚持不用 OC 超？因为 OC 超它其实有个问题，它必须要去做温度控制，对，所以它其实是用个 heater 来去控制温度，来去让温度维持到一个。这个很重要，大家要听一下这个。我记得我问过这个问题，这个因为一面倒，其实很多音响用的 switch 是反而推广大家要用 OC 超这件事情。然后其实你们懂，但是一直都不用，我相信都有原因的。大家来听一下这个，你说就是 OC 超其实用在很多通讯领域也都有。对，它就是会去用一个，它需要达到一个工作温度。对，然后如果工作温度它偏移又不够精准，对，它对它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对，但是 TC 超它原理就，但是它确实比较准嘛。如果工作是恒温。对，如果它能够让它恒温，理想化，非常包含说有点像，它其实有点像内建一个空调。OK。所以你知道那个冷气嘛，也有分变频式空调。对对，所以你那个如果它的恒温的那个控制线路没做好，对，它的温度这样一直跳，也没用，因为它对温度也还是敏感的。那 TCSO 有个好处是，它直接在里面的线路设计上设计了叫温度补偿线路。是。它是可以保证在一个温度范围内，它是比较稳的。所以其实我们只要在温度范围内，它反倒就可以达到很好的稳定度。那当然，你如果一个非常好的 OC 超做的很稳定的温度的时候，TC 超是会稍微比不上它。对。但是我们现在在 TC 超这样的领域，我们就希望把它的能力榨干，就让 TC 超它能够有最好的发挥。所以我们是一直给它最好的电源。把电源弄得更好 ，TC 超它的输出就更好，因为它就是靠吃这个电源，最后去输出它那个讯号的稳定的。对，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把 TC 超的 performance 榨干。对，所以就还是可以继续榨它。对。那好处是什么呢？那你们在过程有尝试过 OC 超？对。其实要稳定是不容易的。对，你如果 OC 超要做到稳定，它那个恒温的东西就不能做那么小。你一个这么小的东西要做到恒温的状态要很好，是比较难办到。不敢讲没有了哈。需要怎么样的外力借助？对，所以一般你如果看到 OC 超，这么小一颗，对，那可能它只是它的技术是用 OC 超的技术，可能但是它其实 performance 并没有比较好，对，没有办法比一个调。所以业界买得到的 OC 超最好最贵的就很大颗。对，所以大概多大？一个看尺寸，大概一个 chip 那么正常，一个 chip 那么大。那个还不够大，有很夸张的。对，所以就不容易做到好。但是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对，就会反映在成本上面。所以你会看到市面上用 OC 超的时钟，都还是小小颗，它就是很贵。它如果要做得好就要很贵，因为它一定要做的要够大台。OK。对，所以如果你讲说，你看到一台小 Switch， 然后里面有 OC 超，你就测测看嘛。那个就我也没测过，其实因为太小颗了，对，就不容易做到好。这时候反倒用 TC 超是比较好。连你这么大机壳都放不下大颗，成本实在太高了。对，你要做得好，因为其实你知道 heater 哈，它里面其实跟 heater 的线路，对 ，heater 它在发热，它是要供电嘛，对，有点像你今天电暖气啊。我把你的茶拿过来。好。你说 heater 怎么样？对 ，heater 你今天要让它发热，你是要给它很多的电。对，所以其实 OC 超它对电的要求，对，是它对电流的要求很高。那这个电流要求是会根据它发热要开或关，要去发热或不去发热，就会一直切换，有点像你家的冰箱，它今天里面不够冷了，它要启动压缩机嘛，对，这时候你如果音响是接到同个线路，你会听到马上就掉一声了。对，OC 超如果你没弄好就是这样子。
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就有点像是它有个 heater 线路在不够热了，要加热。对就是它那个过程可能会导致声音上的变化，就导致对电源的线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对，如果做得好也可以。TC 超就不会有这个问题。TC 超因为它本身在线路的设计，它直接让那元件的特性可以去做温度的补偿，让它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它其实它的温度范围是比较宽的，所以其实我有点在想，这可能是秘密了，就是我们可能 TC 超，然后再做一个温度控制，有个很好的温度控制，就超越 OC 超这样也是可以做。OK， 那你现在，所以你们现在还是选择用 TC 超，你认为那个妥协是比较少一点的？对，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不要那么贵。OK， 对你如果说你今天要我放一个 OC 超进去，我马上放啊，但是它效果没那么好，又比较贵，我就不想要这样。我懂。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合理的你们会好东西，你们会去，比如说像发烧迷做的那种音响品牌做的，就是会用一些很贵的电容去炸出那个声音的变化嘛？对，这个以我们目前的规划是这样的，就是 N 叉是一个开始，这是 N 叉嘛？对 ，N 叉我们就开始把我们一些技术放进去以后 ，OK， 在更高阶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用这些好的电容了。对，因为这边还是到这边，你们都还是希望声音是直线性的变化的改善往上，然后只是分 level 去分产品线的变化。对，就比如说 N8 Pro 到现在 N 叉，然后但是希望它都不要走偏，不要所以声音走中去痛上面的改变，不要，就是还是，但未来可能就会出一个这就是我的声音。对，就是比较是更贵的东西，它是要有个艺术层面的一个 level。对，我认为就是这样，就好像我刚刚给你听 Horizon 一样的意思吧？对，那个就是一个审美观啊。的确。对，就是你喜不喜欢它，一翻两瞪眼。是。对，那喜欢就超级喜欢，不喜欢就这什么鬼？我觉得音响走到最后到一个高端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品味了。那品味往往就是到最后就是每个人就是很明确、比较主观一点的东西了。那在下面，我觉得是在比如说我们讲 DAC， 就在20万以内，我认为都是在追效益、效果改善。对，那个时候其实我认为就是应该要声音上很本质的表现改变就好了。就是干净解析要越来越好，到一个程度上，可能30万以上的、50万以上的，那你就要做出自己的个人特色。对，就要品味要出来。对，我的理解是这样子了。对，跟我的概念完全一样。对啊，就好。那我也蛮期待3N9会出一台100万的 Switch， 不可能啦。我们就希望是一路往上，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啦。现在市场最贵应该也是大概40万、50万嘛，一台也是很贵啊。ASUS 的那个，但是我觉得那个就已经是调音派了，确实它有它厉害的地方啦。就喜欢它声音的人，就是已经回不了头，就是喜欢就是喜欢，那已经在卖声音的那个人画出来的东西了。然后因为我们用的技术跟 ASUS 刚好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才会变成说你把我们的东西加在 ASUS 前面也会有提升，对，因为我们提升的东西它没有提升，对。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就是为什么我还是买了一台3N9串在这些前面的原因是这样。对，我的 N10都串在第一台，然后我把有声音变化的拿去放在后面。对，我们要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 foundation 的东西 ，fundamental 的东西，然后让你去玩这些声音的变化。我有看到你有带一台你的那个时钟的 prototype 来，顺便讲一下好了。对，好，这其实是在我们研发过程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做一个这种 prototype 然后去试这种电路的一些设计的一些特性。所以像这台的话，我们之后产品化也会做成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外壳，就是这个 N 叉的外壳的样子。OK， 会变成帅的啦。对，然后也会因为那个壳的体积更大嘛，空间更大，我们也会让它隔离效果更好。就是，所以我们其实，在新的这个什么意思？你到时候这一台会变这么大台啊？对，会变这么大，而且中间我们会设计一种新的隔离方式，让它的这个不同的 output 之间的这些线路啊，分开来，隔得更开。这只是在 demo 用而已啊。你们这一次拿去华沙就是拿这个去 demo。对，这次华沙就是用这个 demo。所以这4个输出都是25 MHz，这2个是25，两个是10 MHz，所以这中间有转换。
没有，我们还是都是每一路都是他自己的线路，只是他用在一个壳里，因为转换就又烂掉了。对，所以这个都用不同的，就是他自己的线路，然后我们把电源也都隔。所以客人不会因为买了这一台没办法去接10 MHz 的。对，他如果刚好有10 MHz 的也可以用。那所以这个东西里面就是一个核心，是一个也是 TC 超的时钟。对。而且它其实里面它是很贵的 TC 超，里面是4个 TC 超，它每个都有自己的 TC 超。OK， 然后里面的电源也会用的是像这样的电源的设计。也是 Switch Power， 但是是很好的 Switch Power。对，然后也可以升级，然后也可以接地，所以到时候一样可以切换就对了啦。对，就会可以去输入12伏 DC。OK， 然后我们是自动切换的，我们是。你这个你们自己在测试的时候，你现在这个 Switch Power 接这个电源线的变化大不大？也很大，也很大。对， OK， 所以这个是避免不了完线的环节，对不对？对，然后保险丝也影响很大。真假的？你真的是要逼我去买一只什么鲨鱼保险丝，对不对？对，给你一个理由败家。对，完全就是要害人，他妈的。好啦，花点时间听一下我的系统来。好，然后我来把那个，来你坐，我们来放，你自己放一下，我们来录一下这个过程，你听听看你那个刚刚听一下你比较熟的，然后我来把那个你的时钟接上去。好，用润你就熟了啦。对，来，你听听看，然后你边听我来接时钟，因为我觉得你有带时钟线嘛，对不对？对，这个时钟线有方向性的。有我看到。对，然后从这个接。对，这一个是不是？对。然后你要用外部时钟的话，就把它切过来。OK。好，我们待会也可以试，就是切过来跟切过去，都可以马上听出效果。好，这样很方便。好。然后那个时钟啊，要稳定是不是要几个小时啊？我们其实因为是用 TC 超哈，所以它反而对温度没那么敏锐，所以大概10几分钟、20分钟。真假的？对，原来是这样哦。对，所以它有这个好处。OK， 就不会需要暖那么久了啦。对，像我之前那个 PPA 那个里面 OC-XO 那个真的要放4个小时以上，声音才会稳定下来，差蛮多的。哇，那真的很久哎。我大概有观察过，大概就4、5个小时，声音才会整个就是好听的，差很多。哇，那真的差很多。你先听，我现在接的是老麦的。好。我前集现在接的是 Macintosh， 我等一下你先听几首以后，我等一下接。你现在喜欢的是 Horizon 嘛，对不对？还是喜欢 Def？ 对，其实都有各有特色，都蛮喜欢。所以是不同的音乐适合不同，对不对？对。我分享我自己，我听流行的我会用这个，对。然后听其他这种 Jazz 的这种 Rock 的这种我会用这个。那古典我觉得各有长处。古典你喜欢做歌剧院比较前排10排内的，那你听它；你想要听那个第2楼的，那你就听它。我现在是这样啦，就是因为你到现场听过，你也知道那个差异很大、巨大。你坐越前面那个乐器的形体感啊、勾勒感、层次就不一样啊。你坐后面，你听到的是一个全面的表现，所以这个是适合坐后排。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玩玩看不一样。你先听老麦的，然后我再让你听听看，为什么那个被动前期这么贵。好吧，什么叫通透？我觉得你先感受几首啊，我来接一下机器。好，谢谢。今天很感谢，然后我们来做个结语，好不好？好。好了，就这样了。那我们今天谢谢大家的时间，感谢你来，谢谢。好，拜拜，拜拜。